这是人类第一次直接闯进木星内部。你以为重点是他发现了什么？错，真正可怕的是他进去之后到底是怎么死的。1995年 NASA 执行了一项极其疯狂的任务，他们打造出了伽利略号，然后把它直接扔进了木星。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次赴死的单程任务。在冲进木星大气层的147天前，伽利略号轨道器和探测器正式分离，几枚爆炸螺母被引爆后，这个探测器像一颗出膛的子弹一样旋转着飞了出去，朝着8100万公里外的目标扑去。这一下必须打得刚刚好，角度太陡，它会在还没来得及传回有价值的数据前就先被烧穿；角度太浅，它甚至根本进不了木星。从这一刻开始，它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只能独自飞向那颗巨大的行星，去采集人类从未拿到过的第一手样本。分离14天之后，轨道器重新调整方向，点火变轨，离开了探测器那条注定赴死的路径。因为真正冲进去的不是轨道器，轨道器只负责待在远处接收探测器发回来的数据，再把这些数据转发回地球。进入前9天，轨道器打开天线，因为一旦探测器扎进木星大气层，它只有短短几分钟时间锁定信号，如果没锁上，这次任务拿到的一切都会永远丢在木星里。进入前6小时，探测器正式启动，那些沉睡了将近10年的仪器终于再次通电，而这也意味着它已经越过了真正的不归点，进入了木星内磁层。那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区域，里面挤满了此前几乎没人真正研究过的高能粒子，环境凶猛的近乎粗暴。最先醒来的是高能粒子探测设备，它一启动就开始拼命记录周围环境，每秒最多能捕捉300万个粒子。在它忙着感受木星的时候，另一套设备也开始工作。因为科学家一直怀疑木星上可能有闪电，这个猜想早在旅行者1号飞掠木星时拍下的2张夜间照片里就已经露出了端倪。问题是，地球上的闪电通常和地面有关，可木星没有地面，所以木星闪电到底存不存在，又是怎么形成的，当时没人说得清。于是，探测器尾部隔热盾后面的一个小窗口开始监听木星内部的无线电信号，如果有闪电，它就可能留下特有的电磁痕迹。但光靠无线电还不够，科学家还想直接抓到闪电发出的光，所以探测器上还装了2个高灵敏度光电探测器，背后各有一个鱼眼镜头，彼此相隔180度，尽可能扩大视野。进入前3小时4分，探测器距离木星只剩36万公里，对木星内辐射带的测量开始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这些仪器每小时做1轮观测，直到它们逼近木星大气层边缘。进入前16分38秒，木星在视野里不断膨胀，最后大到占满整个天空。探测器开始持续记录周围的一切。进入前3分钟，在21.4万公里高空飞行的轨道器开始执行新的一组指令，机载磁带记录仪也启动了。而在它下方，探测器已经开始坠落，就像一枚被扔向巨大靶心的飞镖，飞了将近8亿公里，终于要扎进目标中心。它此刻的速度高达47.4公里每秒。整个探测器最宽大约 1.24 米，高大约86厘米，但重量却几乎和一台自动售货机差不多。它分成2部分，外面是负责减速和抗烧时的壳体，里面才是真正的下降模块。外壳必须先扛住木星大气的蹂躏，把速度压下来，探测器才有机会打开降落伞继续往下走。而木星最可怕的一点在于，它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地表，那里没有一块你能踩上去的地，只有无穷无尽的气体风暴和越来越高的压力。所以在木星，高度不是按地面来算，而是按气压来算。科学家把气压等于地球海平面一个大气压的位置定义为木星的1/8层。当伽利略号下降到这个压力层上方450公里时，它就算正式进入了木星。真正闯入大气层的那一刻非常惊险，它的进入速度只比设计极限慢了4公里每秒，只要再快一点，整个探测器就会在入口被直接烧毁。它闯进去时，等于第一次真正刺破木星外层那片从没被直接取样过的神秘大气。探测器一进去，大气结构探测设备立刻开始工作，它要记录的是下降过程中温度、压力和加速度的变化。因为从现在开始，伽利略号面对的不再是太空，而是一层层越来越疯狂的木星大气。刚进去时，探测器外表温度已经高到352摄氏度，这个温度足够把里面那些精密仪器轻松毁掉。所以它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外面那层减速外壳一定要撑住。这套外壳分成前后2部分，前面是厚重的前部隔热盾，后面是比较薄的尾部隔热盾。前部隔热盾几乎占了整个探测器1半的质量，尖端用的是碳酚醛材料，这种材料会通过不断烧蚀把热量带走。说白了，它的工作方式就是
自己先烧，换里面火。进入木星35秒后，真正的暴力开始了。接下来的15秒里，探测器承受了228个 G 的恐怖减速，短短片刻，它就跌落了230公里。那本该是高层大气，应该很冷的地方，但探测器周围的热凶狠到离谱，它前端的温度一度比太阳表面还高出2倍多。此刻的它根本不像一台探测器，更像一颗人造流星。隔热盾开始破裂剥落，身后拖出一道气化金属留下的尾迹。进入1分20秒后，最残暴的减速阶段终于过去，但代价也出来了。前部隔热盾已经被啃掉了一大半，不到2分钟，90公斤质量直接烧没了。接下来该轮到降落伞登场了。探测器已经减到一个理论上还能开伞的速度，可就在气压达到 0.18 该开伞的时候出问题了，伞没开，2个开关的接线交叉了，时序也乱了。这意味着前面扛过的高温、烧蚀和减速可能全都白费。探测器继续往下坠，气压还在升， 0.18 0.28 0.38， 它就这么直直往下掉，直到 0.418 时，它突然又活了回来。固定线缆被切断，盖板弹开，引导伞被拉进尾流中，接着主伞的伞包也被扯了出来。进入木星2分52秒后，尾部隔热盾终于脱落，掉进探测器后方迅速冷却的尾流里。此时环境温度已经低到零下145摄氏度，现在它距离木星18层只剩23公里。引导伞把主降落伞猛地拽出来，主伞展开、旋转、分离下降模块和减速模块，整个动作在 1.2 秒内完成。要知道，这可是在接近 0.9 马赫的速度下展开的，所以这顶伞必须足够结实。它用的是涤纶和凯夫拉材料。9秒后，前部外壳也被炸开抛掉。从这一刻开始，伽利略号才算真正飘进了木星的天空，不是落地，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地，它只是在一个陌生的异星世界里继续往更深处掉。接着，新的仪器开始工作，一根金属臂伸了出来，去分析木星云层。它会1公里1公里的探测，试着搞清这些云到底由什么构成，是什么状态。随着外壳被甩掉，那个一直被包在里面的真正下降模块也终于完全暴露在木星大气中。进入木星3分钟后，当外壳已经落到30米外时，其余科学仪器陆续苏醒。整个下降模块总共带了7套主要设备，它们就是这趟赴死之旅真正的意义所在。探测器要把采到的数据先发给高空中的轨道器，再由轨道器中寄给 7.78 亿公里外的地球，而这些承担关键科学任务的设备加起来只有28公斤。此时探测器位于18层上方21公里，下降速度大约650公里每小时。随着主降落伞真正吃住木星大气，它的速度被进一步降到430公里每小时。进入3分2秒后，对木星大气的首次直接采样开始，这时的压力是 0.428。由于前面开伞延迟，这一步其实已经比原计划晚了。探测器一边采样一边拼命寻找轨道器的信号，因为如果找不到，那它现在采到的一切都回不去。又过了1分钟，它终于锁定了轨道器。这时它又往下掉了4公里，压力在不到30秒里从 0.428 跳到 0.568。进入4分8秒后，轨道器终于接收到了它传上来的数据。几秒钟内，探测器一路累积的备份数据和实时采样数据一起被送了出去。伽利略号已经穿透了450公里厚的云层和气体，当它越过18层时，某种意义上它抵达了木星大气的表面。而从这里开始，外层那种极寒的环境开始逐步让位给木星更深处的热，温度从零下135摄氏度一路回升到零下107摄氏度，听起来还是冷，但它只会越来越热。进入9分36秒后，温度继续上涨，在 1.68 时已经来到零下80摄氏度。接下来一项非常关键的测量启动了，因为探测器不只是来研究木星的，它还可能帮人类摸到宇宙更早期的线索。当外部压力达到 2.58 时，氦风度探测装置里的薄金属膜破裂，参考气体和木星大气开始混合，测量正式展开。氢和氦是宇宙里最丰富的元素，但它们在大爆炸之后最早期的比例一直是宇宙学中非常关键的问题。而像木星这样的气态巨行星，可能像一个巨大的时间胶囊，保留着非常古老的元素比例。如果测出来了，人类就不只是更懂木星，甚至可能更接近宇宙诞生初期的样子。进入22分钟后，首轮直接化学采样完成，这时的压力已经涨到 3.88。当探测器进入预测中的水云层时，环境来到0摄氏度58，而此时它已经跌到18基准面以下56公里。
继续下沉的过程中，温度变化开始制造更复杂的加热区和冷却区，这种温差会驱动出极其凶猛的大气流动，主导整个木星的大气循环。于是，另一组仪器开始测热通量和辐射，试图弄清木星内部这些狂暴气流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一个小小的光学探头从探测器伸出去，透过坚硬的金刚石窗口看向外面的辐射环境。为了防止水汽凝结，它甚至还带着加热装置。由于大气成分会随着高度变化，第二轮采样在8:68时开始。按设计，伽利略号只需要撑到18左右就已经算完成任务，也就是说35分钟左右它本来就可以死得其所了。但它没有立刻死，进入41分钟后它还在，这就像是本来宣判了死刑的机器硬生生又多撑出一段时间。借着这段赚来的寿命，第二轮质谱采样在12:18下完成。进入49分钟后，它还在继续往更深更热的地方下潜。到了15:88时，科学家甚至又开始了第三轮采样，因为既然它还没死，那就继续拿数据。可木星不会一直手下留情，进入51分钟后，其中一个发射器先停了。为了防止单点故障，伽利略号原本准备了2路并行的数据传输，现在其中一路没了。接下来的12分钟里，剩下那个发射器的信号也开始摇晃不定，时断时续，忽明忽暗。这说明装着发射器的那个密封设备盒已经在越来越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开始变形。整整1小时后，一片死寂，任务就在沉默中结束了。这时，探测器内部温度已经升到153摄氏度，它已经在木星表面以下走了146公里，远远超过了原本预期的终点。20分钟后，轨道器关闭接收器，收起天线，继续留在木星轨道上，开始自己后续的危险旅程。但对下方那个探测器来说，真正的结局还没到，在更深处等待它的是足以让金属气化的环境。当它继续跌到更低的区域时，木星开始真正拆掉它。首先融化的是降落伞，然后失去减速牵引的下降模块开始自由落体，铝制零件先融掉，几个小时内铝本体也完全气化，再过4小时，连那层钛金属外壳和里面的仪器也一起熔毁。又过2小时，在相当于地球表面5000倍气压、1700摄氏度高温的环境里，连钛都蒸发了。最后，伽利略号彻底消失，没有残骸，没有坠毁现场，它被完全原子化，变成了木星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人类第一次闯进木星内部的探测器，短暂却足够壮丽。它在最后一刻把答案留给了地球，自己永远成为了木星的一部分。宇宙从不会主动回答问题，它只会把答案藏在高温、黑暗和漫长的距离里。而伽利略号所做的，不过是在彻底消失之前，为人类带回了一小部分答案。如果这期影片让你有所收获，欢迎点赞、订阅和留言。这里是小哥睡前科普，愿你在仰望星空时永远保留一份好奇，也愿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秘密，终有一天被人类轻轻揭开。晚安，我们下期再见。